大家先別急着劃走，我想請各位先閉上眼睛，跟我去腦補一個畫面。這不是電影特效，而是此時此刻正在海峽對岸發生的真實場景。想象一下，你站在珠江口某個曾經連空氣都漂浮着鈔票味道的工業區街頭，就在10年前，這裡還是個不知疲倦的超級引擎，那是世界工廠的心臟。哪怕是凌晨3點，你都能聽到機器轟鳴，貨櫃車碾壓地面的震動，那是金錢流動的聲音。那時候，這裡的房東躺着數錢，招工的攤位排到幾公里外。可是現在，如果你重新站回那個路口，迎接你的是一種讓人脊背發涼的死寂。那些曾經吞吐着億萬美金的巨大廠房，現在就像被抽乾了靈魂的巨獸屍體，靜靜地趴在荒草堆裡。窗戶玻璃灰蒙蒙的，像是一雙雙瞎了的眼睛。鐵門上的油漆斑駁脫落，露出了暗紅色的鐵鏽。曾經貼滿急招普工的布告欄，現在只剩下被風雨撕碎的招租廣告，在那兒隨風嘩啦啦的響，像是沒人聽得懂的嗚咽。這真的不是什麼末日廢土的電影腳本，這就是現在從深圳到東莞，從昆山到蘇州正在蔓延的瘟疫。一場被按下了靜音鍵的大遷徙正在發生，而這場遷徙的塵埃落定之後，你會發現整個亞洲，甚至你我口袋裡錢包的厚度，都已經因為這場遷徙發生了不可逆轉的改變。這裡是意識覺醒，記得按讚、訂閱並打開小鈴鐺，這樣您就不會錯過我們的新影片。今天我們要聊的是一場可能被很多主流媒體忽略，但卻關乎台灣未來30年國運的驚天棋局。為什麼那些曾經撐起中國出口半壁江山的台資工廠，像多米諾骨牌一樣，一塊接一塊地黯淡下去？是背叛，是無情，還是某種讓你聽了會後背發涼的生存本能？而我們生活的這個島嶼，在看似風雨飄搖的地緣夾縫裡，真的像外界說的那麼脆弱嗎？還是說，我們正在你看不到的地方悄悄贏麻了？今天我就要把這層層包裹的洋蔥剝開，哪怕辣眼睛，也要讓你看到最核心的真相。要把這事兒看透，我們得把時鐘狠狠往回撥，回到那段現在提起來都覺得魔幻的蜜月期。現在的年輕人可能很難想象上世紀90年代初的那種狂熱。那時候的大陸就像一個餓了很久但渾身是力氣的壯漢，對着海峽這邊的老板們把門窗全拆了，赤裸裸地喊着：來吧，我這有人有地，只要你肯來，規矩你說了算。那時候的台灣呢，正卡在轉型的瓶頸期，島內工資漲得老板心慌，環保意識覺醒，工廠在台灣就像過街老鼠，兩邊一拍即合。那時候趕第一批拎着皮箱闖深圳、闖廈門的台商，那絕對是賭上了身家性命的狠角色。結果怎麼樣？簡直是像開了掛一樣，同樣的生產線搬過去，成本直接腰斬。那裡的工人太渴望改變命運了，那種配合度和紀律性讓台商老板們感動得想哭。緊接着，這就不是偷渡了，這是整個武陵的乾坤大挪移，做鞋子的霸主去了，把東莞變成了世界的鞋櫃；做電腦的巨頭去了，把昆山變成了電子帝國的首都。但是各位朋友，這裡我要說句公道話，很多大陸的朋友，甚至是我們台灣現在的年輕人，都以為台商只是去剝削廉價勞動力的，只是去佔便宜的。這種看法簡直太淺薄了，是對歷史最大的誤讀。真正改變那片土地制造業基因的，根本不是台商帶去的錢，甚至不是機器，而是台商腦子裡的軟實力。你們還記得那位電子業的代工皇帝嗎？他在80年代末把工廠設在荒草地裡時，帶去的是台灣電子業在國際市場上廝殺了幾十年磨練出來的內功，是嚴苛到變態的品質管理，是精細到秒的流程控制，更是連接國際頂級客戶的信任插頭。說的難聽點，是台商手把手教會了對岸的工廠什麼是 SOP， 為什麼廁所的乾淨程度代表了企業的管理水平，為什麼零件誤差不能超過頭髮絲的1/10。沒有台商建立的這套嚴絲合縫的供應鏈文化，哪來後來的世界工廠？那是兩岸關係的蜜月期，台商是座上賓，是財神爺，官員見到台商那是稱兄道弟，酒杯一碰，什麼稅務、環保、勞動法，統統都能特事特辦。所有人都以為這場盛宴會永遠持續下去，
大家都天真的以為只要經濟綁得夠緊，政治的堅冰就會融化。大家都忙着數錢，誰也沒聽到遠處傳來的雷聲。可是歷史最喜歡開這種黑色的玩笑，轉折點來得比誰預想的都要快，都要冷酷。大概是從2016年往後，空氣裡的味道變了。起初只是一絲絲涼意，像是暴風雨前的低氣壓。那些曾經笑臉相迎的官員，笑容裡多了些意味深長的東西。那種熱情的溫度開始斷崖式下跌。最先感到刺痛的是那些在商場摸爬滾打多年的老江湖。春江水暖鴨先知，春江水寒也是鴨先知啊。稅務局的人開始頻繁登門了，不再是來喝茶敘舊，而是帶着計算器和顯微鏡，一查就是往回倒騰10年。哪怕是當年為了招商引資默許的模糊地帶，現在全成了呈堂證供。罰單開出來，數字大得讓你心驚肉跳。環保部門也變得鐵面無私，以前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的小問題，現在能讓你直接拉閘停電，整改幾個月。對於製造業來說，停工1天就是割肉，停工幾個月那就是要命。更可怕的是一種區別對待的氛圍，一種讓你窒息的疏離感。同一個工業園區，隔壁的本地企業可能罰酒3杯就過去了，台資企業就要面臨巨額罰款。這種感覺怎麼形容呢？就像是你在這個家裡住了20年，幫着蓋了房，交了20年的房租，突然房東換了一副面孔，冷冷地告訴你，這裡其實不是你的家，你只是個隨時可以被趕走的租客，而且還是個不受歡迎的租客。為什麼要這樣？答案其實很殘酷，也很現實，甚至帶着一種政治上的傲慢。當政治的邏輯徹底壓倒了經濟的邏輯，台商的身份就從金主兄弟變成了籌碼人質。在那邊的某些頂層設計思維裡，既然軟的不行，統戰效果不明顯，那就來硬的。台商被看作是可以用來對台灣施壓的工具，讓你痛你就會回去，逼你們的政府低頭。這套邏輯聽起來似乎很順，但他們嚴重低估了一件事：商人的求生本能以及資本最本質的屬性。資本是膽小的，他最怕的不是虧錢，不是競爭，而是不確定性。當規則可以被隨意修改，當法律可以被選擇性執行，當你的身家性命不再取決於你的經營能力，而是取決於你無法掌控的政治氣候時，資本唯一的選擇就是逃跑。如果說之前的打壓還只是讓台商感到不舒服，那麼後來的疫情3年是直接把這種不舒服變成了深入骨髓的恐慌。那3年的經歷對於很多台商來說是一場不願回憶的噩夢。封城、清零、層層加碼，工廠突然被封，貨車出不去，原料進不來。這還不是最要命的，最要命的是回不去也過不來。你想想，你的工厂在昆山，你在台北，設備壞了需要台灣原廠工程師修，人過不來，新產品訂單要確認，人過不去。那種眼睜睜看着訂單流失，看着生產線停擺的无力感，足以摧毀任何人的信心。而且就在這時候，他們看到歐美企業的高管似乎總有一些特殊通道，而自己作為口口聲声的同胞卻被卡得死死的，比外國人還不如。有位台商朋友酒後紅着眼跟我說，那時候我才明白，什麼同胞，什麼血濃於水，在利益和管控面前，我們就是被關在籠子裡的人質。而2022年那個夏天的演習事件，徹底撕下了最後一塊遮羞布，各種制裁大棒揮舞下來，農產品不讓賣了，水產品禁止進口了，原料不讓運了，有些企業甚至莫名其妙上了不可靠實體清單。這時候，所有的台商都醒了，徹底的醒了。在這片土地上，你的努力、你的技術、你的稅收、你過去幾十年的貢獻，在政治的紅線面前一文不值。當一個地方開始根據你的出生地、你的護照顏色、你心裡的想法來決定能不能做生意時，這就不是市場了，這是賭場。而且莊家還能隨時換牌，隨時掀桌子。於是撤離開始了。但這並不是那種敲鑼打鼓的我不幹了。台商是聰明的，他們深知從鱷魚池裡爬上岸需要極高的技巧。他們的撤離是鴨子划水，水面上看着風平浪靜，水底下拼命划，這叫溫水煮青蛙的反向操作。表面上工廠還在開，機器還在轉，
甚至還會配合喊幾句口號，但實際上資金在抽離，利潤不再匯入，訂單在悄悄轉移，核心產能像螞蟻搬家一樣一點點往外挪。那麼他們去了哪裡？這不僅僅是一次簡單的搬家，而是一次全球產業鏈的重組。更精彩的是，這場出走給中國留下了什麼？給台灣又帶回了什麼？接下來的內容才是真正讓你大跌眼鏡的開始。我們繼續往下看，去哪裡？去那些更年輕、更自由、更講規則的地方，哪怕那裡現在的基建還很落後。越南成了新寵，雖然那裡的電力供應偶爾不穩定，工人的熟練度也得從頭練，但那裡有一種久違的空氣，那是幾十年前大陸曾經有過，但現在已經消失的開放和歡迎。更重要的是，越南跟美國、跟歐洲關係好，關稅低，而且那裡沒有政治審查，沒有動不動就因為你說錯了一句話而讓你關門的風險。印度也成了香饽饽，雖然那裡的官僚效率讓人抓狂，種姓制度讓人頭疼，但那裡有巨大的人口紅利，有一個正在像怪獸般成長的消費市場。更關鍵的是，全球的大客戶，比如那家賣蘋果的科技巨頭，已經明確發話了，我要分散風險，我不希望我的雞蛋都放在一個籃子裡。你如果不去印度設廠，這訂單我就給別人了。對於台商來說，這是一道單選題，要麼死守一個充滿了敵意、充滿了不確定、隨時可能被共同富裕掉的舊市場，要麼跟着客戶去開闢新大陸。於是我們看到了一場壯觀的工業大遷徙，電子巨頭們在越南北部的稻田裡建起了現代化的廠房，組裝大廠在印度的荒原上蓋起了容納數萬人的園區，甚至連墨西哥、東歐都出現了台商的身影。這叫狡兔三窟，也叫全球布局。台商用腳投票，告訴了世界一個道理：資本沒有祖國，但資本有記憶，更有尊嚴。資本會流向那些尊重它、保護它、給它安全感的地方。一位在東莞打拼了半輩子的老台商，在清算完最後一點資產，遣散了最後一名員工，準備登機去胡志明市的時候，發了一條朋友圈：我本將心向明月，奈何明月照溝渠。既然這裡不再需要我，那我就去需要我的地方。再見，不，或許是再也不見。那麼台商這一走留下了什麼？對於海峽對岸來說，這可能是一場漫長的、隱痛的，甚至可能導致內傷的失血。起初很多人不以為然，甚至還帶着一種盲目的自信，走就走唄，有什麼了不起？我們現在強大了，有自己的華為、小米、比亞迪，不缺你們這點產能。你們走了，正好給我們騰籠換鳥。這種傲慢在2023年之後的日子裡被現實狠狠地抽了耳光。去看看東莞昆山的那些工業園吧，曾經的繁華如同海市蜃樓般消散，大片大片的廠房空置，野草瘋長。那些依附於大廠生存的快餐店、小旅館、便利店、理髮店倒閉了一排又一排，整個街道顯得空蕩蕩的，只有風捲着垃圾在地上跑。更要命的是生態鏈的斷裂。我之前說過，台商帶走的不只是工廠，而是整個森林。一家組裝廠走了，給他做配套的幾十家、上百家模具廠、注塑廠、包裝廠也得跟着走，或者直接餓死。很多本土企業原本想趁機接盤，心想台商走了，訂單就是我的了。結果一接手才發現，根本不是那麼回事。有個在圈子裡流傳很廣的真實故事。一家深圳的本土大廠興沖沖地接了台商留下的某個國際大牌的訂單，結果良品率死活上不去，交貨期一拖再拖，最後那個國際大牌的採購經理急了，直接飛過來指着鼻子罵：我們要的標準是 99.9%， 不是差不多就行，你們的管理簡直是一團糟，你們以為買幾台機器就是製造業了嗎？這時候大家才痛苦地意識到，台商留下的那個坑是幾十年的管理經驗和技術積累挖出來的，不是你有錢買幾台機器就能填平的。而且失去了台商這個超級中介，中國製造和國際市場之間的信任鏈條斷了。過去國際客戶信任台商，因為台商懂西方那一套，講契約，懂規則，不搞政治動作。現在中間人走了，直接面對一個充滿不確定性、充滿意識形態鬥爭的環境，
很多國際買家選擇了最簡單的辦法，我也走。於是外資流出，訂單飛走，產業鏈外移。這不僅是 GDP 數字的下降，更是數以百萬計的產業工人失去了飯碗。那些曾經在流水線上熟練操作的工人們，如今只能在老家送外賣，或者在廣場上茫然地曬太陽。地方政府也急了，財政收入銳減，不得不去查本土企業的稅，結果導致本土企業也活不下去，形成了惡性循環。這叫什麼？這就叫回旋鏢。當你試圖用政治手段去干預經濟規律，當你試圖用傲慢去挑戰市場法則時，最終砸痛的往往是你自己的腳。那麼故事的另一面呢？被逼走的台商和那個小小的台灣島，是不是就此沉淪了？是不是像有些人詛咒的那樣，離開大陸就會餓死？恰恰相反，這簡直就是一出因禍得福，甚至可以說是置之死地而後生的精彩大戲。就在那邊忙着搞鬥爭、搞清零、搞戰狼外交的時候，台灣政府做了一件極具戰略眼光的事，鋪好紅地毯，喊游子回家。2019年開始，台灣推出了投資台灣3大方案，政府拿出了真金白銀的稅務優惠，解決了土地、水電、勞工的問題，甚至專門設立了單一窗口來服務回流的台商。起初很多人不看好，覺得台灣地狹人稠，成本那麼高，怎麼可能吸引台商回來？但沒想到這個方案推出後，投資台灣事務所的電話直接被打爆了，一場規模空前的回流潮開始了。但這次回來的不是那些做鞋子、做衣服的勞動力密集型產業，那些去了東南亞、去了成本更低的地方，回到台灣的是真正的高科技，是那些手裡攥着核心技術的硬核玩家，是那些高附加值的產業。這幾年，如果你去台灣的科學園區看看，去新竹、台中、台南轉轉，你會發現那裡熱鬧的像是在過年，新的廠房拔地而起，而且蓋的都是生產全世界最先進東西的工廠。尤其是那個被尊稱為護國神山的芯片巨頭，它把最核心、最先進的製程，也就是那種能決定未來人類科技走向的3納米、2納米技術，牢牢地留在了台灣。這釋放了一個強烈的信號，台灣不再是那個只能幫別人擰螺絲、賺辛苦錢的代工島了，它已經進化成了掌握全球科技命脈的技術島。現在的局面很有意思，全世界的科技巨頭，無論是美國的顯卡霸主，還是智能手機的領頭羊，都要排着隊來台灣求產能。為什麼？因為只有這裡能做出來，因為只有這裡既有技術，又有讓人放心的法治環境，還有高素質的人才。台灣的工程師雖然薪水比大陸高，但那是因為他們的技術值這個價。一個台灣資深工程師能頂3個普通工程師用，而且台灣的知識產權保護做得好，企業不用擔心自己的技術今天剛研發出來，明天就被隔壁偷走了。更有趣的是，這種回流還帶動了台灣的新興產業，離岸風電搞起來了。原本只能靠進口的能源技術，現在歐洲巨頭爭着來台灣投資合作，因為台灣海峽的風場是世界級的，國防工業也硬起來了。無人機、潛艇以前買不到，現在自己造，而且造的還挺像樣，數據不會撒謊。這幾年，台灣的經濟增長率在亞洲4小龍裡重回榜首，股市更是衝上了歷史新高，人均 GDP 甚至超越了日韓。這哪裡是被拋棄的樣子？這分明是浴火重生，是鳳凰涅槃。一位著名的經濟學家曾這樣感慨：當年的出走是為了求生，如今的回歸和布局是為了稱霸。如果一直留在舒適圈裡賺快錢，台灣的產業可能永遠不會下定決心轉型。正是外部的壓力逼出了台灣的潛力。這背後的邏輯其實很簡單：當世界變得動盪不安，當全球化開始退潮，大家最看重的是什麼？是安全，是信任，是價值觀相同。台灣恰恰在這個大變局中站到了民主供應鏈的核心位置。美國拉着它，因為需要它的芯片；日本靠着它，因為產業鏈高度互補；歐洲盯着它，因為它是亞洲民主的燈塔。它不再是那個在大國夾縫中求生存的小可憐，而是變成了誰都不能忽視的關鍵角色，是一個雖然小但是很硬的戰略支點。故事講到這裡，我想大家心裡都有一桿秤了。這場跨越30年的大戲，
與其說是經濟的起落，不如說是兩種制度、兩種價值觀的較量。一方迷信權力的力量，以為只要我有巨大的市場，只要我手裡有槍，只要我夠強硬，資本就得乖乖聽話，技術就得留下來。結果呢，他忘了市場是有腿的，人心是不可強迫的。他贏了面子，輸了裡子，失去了一個本來可以互利共贏的強力夥伴，換來的是產業的空心化和信任的崩塌。他用戰狼的姿態嚇跑了所有的朋友，最後只剩下孤獨的咆哮。另一方，雖然地方小，資源少，還要面對巨大的外部威脅，隨時都有導彈對着腦袋，但他相信規則，尊重契約，給企業自由呼吸的空間，保護每一個人的私有財產。結果呢，在被逼到牆角的時候，他反而爆發出了驚人的韌性，完成了從量到質的華麗轉身。他證明了自由的空氣才是創新最好的燃料。真正的贏家不是那個叫得最響的，不是那個看起來塊頭最大的，而是那個看得最遠、活得最韌、最懂得尊重規律的。2025年的今天，當我們在新聞裡看到某家大廠在印度的新聞發布會，或者看到台灣股市又創新高的消息時，請不要忘記這一切的伏筆。早在那一盞盞熄滅的燈光中，就已經埋下了對於台灣來說，這是一個最好的時代，因為它終於證明了，並不是依附強者才能生存，讓自己成為不可替代的強者才是最大的安全感。那個亞細亞的孤兒，如今已經變成了世界的寵兒。而對於海峽對岸來說，這或許是一個需要用很長時間去消化和反思的教訓。你可以鎖住土地，鎖住工廠，甚至可以鎖住人的身體，但你永遠鎖不住想要自由飛翔的資本，鎖不住向往光明的技術，更鎖不住人心。在這場歷史的宏大敘事中，台上的每一個腳印都是對自由二字最生動的注解。